那我们接下来有半小时时间呢，是我们公开的问答时间。我们首先给学生，大家可以根据你们刚才演讲的内容以及你们感兴趣的内容，都可以向我们刊部提问。好。典礼大人上是三宝。我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学生，然后呢，就是因为一直很希望了解如来藏的一些内容，所以呢去找过不少的书去看。因为我们哲学系的人，所以看的多半都是一些哲学史或者那个佛学或者佛学研究的学者的著作，所以看起来就觉得有隔膜，因为就是特别想听一听，就是真正的实修者对如来藏一个精要的一个解释。那么祈请上师开始。如来藏的话呢，可能我们以后还就是进行可以沟通，但最根本最精要的有几部论点呢，一个是弥勒菩萨的这个报信论就是报信论里面呢，对如来藏的先宗的这个说法呢，就是有着特别细致的阐述就是阐述。还有呢，就是我们藏传的有一位叫这个密盆仁波切，密盆仁波切呢，他有一个叫如来藏四后论就如来藏四后论里面呢，也是讲了这个关于如来藏的道理就是讲得特别清楚。还有呢，就是觉囊派的，就这个好像没有汉文，就是觉囊派的这个善法，就是在这个善法里面呢，也实际上就是阐述了这个如来藏的许多的这个道理，这些都是先宗的这个论点就是先宗的论点里面呢，我们如果去详细学习的话，应该是很好的。在佛经当中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大藏经里面有一个叫如来藏经，就是实际上也是就是讲到这个如来藏的就是一些深深的道理。你好，首先感谢您来科大做讲座，然后可以，好，然后我今天的问题主要是关于佛法是怎么推行的，因为现在就可以环视一下在场，年轻人很少，就可以反映出来，就是这一代所谓的21世纪的青年对佛法，包括就广而言之对传统文化是没有太大兴趣的，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就是佛法尽管专心研究，可能会发现很多东西真的很有意义，但是在短暂的几分钟之内，让年轻人很难了解到佛法有什么样的用途。包括佛法里面有一段寒山问拾得，那段讲究大家就是对于外界的谩骂就要欺他让他忍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但是对于这个说法，很多人年轻人在现实中他是感受不到，如果自己对这个谩骂不做出什么反应，会有什么好处。包括老子也讲小国寡民，但在这个社会里面，如果这个国家军事不够强大，这个国家财富不够富裕，但这个国家只是小国寡民，而一昧的讲究自己国民的本身内在的欢愉的话，这样国家在这世界上是存活不了的。我请问一下，怎么让年轻人，包括让其他人了解到佛法怎么在短时间内进行应用，然后让大家意识到佛法其实是有意义，更值得深入研究的？谢谢。这个同学问的很好，就是的确在很多地方呢，就是现在学习佛法是中年人以上是比较多的，老年人呢，因为他的这个身体内心的一些逼迫，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很多人都没有回归之感，就是也去这个学习。最关键的现在就是80、90以后的这些年轻人呢，因为他们心中这个追求的一方面是不是这个佛法，而且谈论佛法呢，还认为是对自己没有关系的，就是最关键的就是生活，你的这个眼前的就是这些燃眉之急，就像的这样。其实这个呢，我想一方面可能需要就是大家的一种这个努力。因为我们这个学习佛法不是为了一个教派，就是统治所有的人或者说是因为这个宗教呢，就是让他的势力扩大，就是带有一些某种这个政治或者说是经济的目的就不是这样的。如果抱有这样的一种以文化做借口，就是以这样的这种统治的现象的话呢，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但是我们的确是作为佛教徒，很多年轻人呢，如果懂得这个佛教的真理，当他的一生当中应该收获无穷。所以这样的教育呢，不管是在这个
大学里面，还是在这个其他的社会的任何团体当中呢，应该很多不了解的人呢，让他这个了解；很多了解的人呢，让他更加深入的就我希望就是很多知识分子更深入的，不要佛教就是表面的一个层次上，或者说所谓的研究、所谓的参修啊，就简简单单的这么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尽量的更深一层的去挖掘。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这个人呢有不同的阶段，就刚开始无解的阶段，然后理解的阶段，最后呢就是真正是一种开悟，或者说是自己的这种生活的一种这个相术啊。就所以我们人从自身的一生当中来看的话呢，对任何一个知识呢，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阶段。所以我希望我们很多的这个年轻人的话呢，刚开始是对佛教一种排斥，然后中间是稍微就是半信半疑，最后是有一种理解就是理解可能跟好奇心呢就是连在一起的，最后呢好像真正是从中得到了收益，得到利益的时候呢，我想是谁都愿意，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想他自己的利益，所以呢很希望可能大家共同这个努力，就是应该要为大家就是一种这个提供一个真正利益的角度来，就是并不是就是你赖我的话呢，我这个庞大，就我们佛教徒就是一定要就是不是这样的，就是为大家真正是提供一个信息，就是帮助大家的一种心态的话，那逐渐就是应该很多我去过的有些学校里面的话呢，的确是很多人的水平很多人的对佛教的这种了解和爱好是比以前呢就是也有一定的这种突破性的进展。我是在这儿做访问，然后我从大概04年开始对佛法开始感兴趣，但是我刚才听你说就是感兴趣还得修行，就是知道他的知识以后还得修行，但是我没有跟别人接触过，就是跟别的佛教徒接触过，所以我想问一下该如何修行，就是一个问题。做什么？该不该修行是吧？该如何修行？我想如何修行的道理呢？我刚才就是提了1-2本书，就是其中有一个叫《大圆满前行》。大圆满前行的话呢，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呢，刚开始的时候，从这个人生是非常难得的。如果有个难得的这一颗心的话，谁都愿意做。所以有了难得的人生以后呢，你就觉得哇，我的这个人生呢，虽然我现在很年轻，但是呢，很快就会这个消失了。就是我在抓住这个机遇，就是马上要修，就是然后观修这个生命无常。观修生命无常的时候呢，那么我下一辈子怎么办？就是人有前世后世，那么等等，就是这样的。从这个共同的家行开始修行呢，是应该是次第性的修行。所以现在很多人呢，没有这个次第性，就是按上面就是比如说密法的最高的，或者说是直接参禅，就是还佛教的基本基础还没有到的时候呢，每天都是闭着眼睛就是那坐着，但闭着眼睛是虽然暂时舒服，但它不一定能根本断除你的这个烦恼。因为我们的断除这种烦恼和无明种子的话，必须要无我的空性。无我的空性是通过循序渐进、次第就是产生正悟智慧以后才能断除的。因此，我们的有些行为的话呢，直接没有跟那个我们的我执呢，就是自己成为这个矛盾，就是没有就是对着它，没有对着它呢，很多行为都是不是成为解脱的因。所以我经常说，我们到寺院内去拜拜佛啊、烧香啊、保佑平安呢，这是一种行为，但是依靠它能不能解脱呢？不能解脱。因此，在藏地一个叫这个三主要道，就是一个是出离心，第二个是菩提心，最后最根本的就是无二智慧。没有这种智慧的根本的话呢，那么就是轮回当中不能解脱。所以现在我们很多佛教徒呢，这是一种佛教的这个现象，就是你有没有功德呢？就是有功德，但是真正从中得到解脱呢，一定要就是靠这个闻思和修行。你好，堪布，我现在对佛法算是那种半信半疑的阶段。我是这个学校的学生，非常欢迎你来演讲。我现在对佛法属于那种半信半疑的阶段。然后之前有人向我宣扬那个耶稣基督嘛，我就很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释迦牟尼佛在2500年前在菩提树下自觉成佛，那之前的人世是不是也有一个神呢？就之前的人世到底是什么创造的？就是什么创造了人类吗？
我这个问题的确不知道。对。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佛法到底是让我们无欲无求啊，还是让我们努力去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譬如说，我现在我觉得我的研究不是很顺利，我现在会很心烦，然后很急，那我怎么用佛法来帮助我自己呢？对，一个是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2500多年前呢，是可以说是在这个先界欠佛。先界欠佛，按照这个佛教的说法，跟我们现在实践的一些人类历史的说法呢是不相同的。就这一点，可能我们要学习佛教的一些历史，包括这个俱舍论啊等等。就这样以后呢，其实人类呢，并不是就是像那个就很短暂的时间当中，就是猿猴啊、鱼卵、猿木人啊，或者说是一个这个就像是一种这个进化论里面所说的那样，就是特别艰难，应该说是还是很漫长的这个事实当中。而且释迦牟尼佛前面呢，还有就是释迦牟尼佛是在我们这个现界当中，这个界里面呢有1000个佛要出世，1000个佛当中的话呢，它是第4位，它的前面的话呢，还有这个迦叶佛啊，当就是有这个3位佛啊，就是3位佛都已经来到这个世界啊，然后呢就是转法轮啊，实现灭度啊，所以这个人类的这个起源呢，就是还是这个年日啊，就是很早的。就这一点呢，现在很多历史学家就是也是对这个人类的这个起源方面的，这包括考古啊，就是这些方面是有所这个说明。但是在佛教当中呢，就是很有这个可靠的一些历史，就是所以说这个并不是这个佛就是从那个地方开始呢，就是人类就是发现就是不是这样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呢，佛教里面就是我们念佛祈祷佛呢，就是确实是对你这个起作用，就是起作用。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只要祈祷佛呢完成呢？就是也不是。就像我们看病的时候呢，有些病呢就是依靠这个医院来就是治疗那么有些呢就是不能治。所以我们祈祷佛呢，就是不是这个一切都是解决，因为我们还要承认前世的一些因。所以有些人呢就是认为是我祈祷为什么不起作用啊？其实我们看病的时候，有些病是确实作用，就是所以呢你需要看病，但有些呢看了也是没有办法的。但这个要不要看病呢？还是我要这个看。因此我们就是祈祷的过程当中，对自己生活的有些不顺呢，就是的确也是祈祷佛是对你这个有力量，就是有作用，这样自己。但能不能全部完成呢？就是也是每个人的这种因缘呢，就是靠这个前世的因缘等很多特别复杂的这个因缘，就是因此这个呢就是也要靠自己的这个福分有一定的关系。堪布您好，我也是这个浙江大学的一个学生，我有2个问题想要问您。我想在座大家应该都对藏传佛教和西藏文化非常感兴趣。你是什么系的呢？我是商学院的。商学院是吗？我们其实对西藏的文化和藏传佛教都非常感兴趣。我个人也有上过黄教授的有关佛教的课程。我想问您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呢，我想西藏的，因为大家都很想去西藏，西藏的社会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也不会像原来那样那么简单的，只是就是大家那么单一的文化。在这样一个越来越复杂的时代，您觉得应该怎么样来保护和传承西藏的文化和藏传佛教的问题？谢谢。好。第一个我说我们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的时候，西藏的包括这个佛教文化、传统文化的话呢，有没有打击呢？就是的确也是受到了一定的这个西方文化的一些冲击就是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这几年来，或者说短暂的时间当中呢，就是可能会发现不了就是特别大的这个一些这个问题。因为一般的这个西藏的这些文化呢，就是基本上好多都是在寺院里面。现在除了极个别的一些开放的大寺院以外的话呢，还有就是保存着相当一部分的一些在这个深山里面的这些寺院。在这些寺院里面呢，不管是文物也好，一些这个
的学者啊，就是我们这个经常说的一些大学这个老师一样的，就是好多的各系啊、堪布啊，就是这些德高望重的很多的这些人呢，就是一直注视，并且呢，西藏就是特别重视就是学习这个佛法，而且他们很多地方呢，就是不同程度的就是在这个学习，还有很多这个比较这个成年的这些信念呢，就是对佛法就是看着如意宝一样的。那么这样的话，这些传统呢，可能就是不会那么简单。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到这个内地的一些大学啊，就是出国的一些大学啊，那么他们的话呢，心里的这种信仰啊，包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呢，就是越来越就是被这个淡漠，就是慢慢就是消失，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趋势。那么我们这样保护的话呢，一方面我们就像就是新一代的这些人呢，要懂到了这个价值，就是这个文化的价值。现在西方的很多藏族人呢，就是现在是就是往这个汉地，就是特别羡慕，就是他们都觉得是啊，汉地的那个明星啊，他的头发是怎么啊，他穿的衣服是怎么样，好多西方的这个藏地的这些年轻人，就像是当年那个中国70、80年代的时候学美国一样的，就是他们特别羡慕。然后现在汉地的很多人呢，就是也可能就是对这个西化，就是对西方的生活呢有一点，但是西方的人呢，恰恰都是目光就是盯到我们这个西藏高原这里的草原啊、文化啊，还有这个佛学啊，就是也有这样的，它是慢慢就是一直在这个扭转。我想西藏的人呢，就是最后还是会回来的，就是他从那个汉地，然后到了这个西方，就是再回到自己的时候呢，自己的母亲不知道在不在。您好，我是科大工学院的学生，就是我看您书上说，佛教精髓在大悲和智慧，我想问您一下。大悲是不是就是您讲的那个大悲心、菩提心，然后恻隐之心、同理心？那智慧又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我们对待世界的看法，还是怎么样？这里面佛教所讲的智慧呢，就是有2种，有一种智慧呢，我们实践当中就是让真正接受真理的取舍的就这种智慧。现在在很多大学里面，就是没有智慧的人，就是没办法就是找到工作，这也是属于佛教当中所提倡的一种真理。但是最根本的呢，就是通达了一切万物的这个实相，这种大彻大悟。我们经常说是我现在了解，就是没有开悟，所悟到的这种智慧呢，就是佛教里面提倡的最深的最高的智慧。首先很感恩法师跟我们开示堪布跟我们开示。然后我的问题是，刚才堪布提到的，提到了关于那个科学的挑战，然后对宗教产生的一些面对的挑战，然后提到了进化论的问题。我想知道的是，因为基督教它的开始的创世纪，然后和我们的进化论就有很大的矛盾。那么佛教的话是怎样看待进化论呢？如果说进化论是说，就刚好跟我们佛教讲的是由众生的业力、个人的业力，然后这样因缘合所成。那这个业力背后它是怎样形成这个作用？然后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科学一直在往前发展，人类在就像我们所说的进步呢？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想知道的是，就跟刚才那位同学也说到弥勒下生这个。就弥勒佛信仰之类的问题，就是对于我们普通的就现代年轻一代的人，就比较容易被佛法的那些，比如说最早期原始佛教的4谛啊、12因缘啊，然后还有后面的空观啊、真空妙有这些哲学性的思想，都会很容易吸引年轻人。但是它的经典我们不愿意去看，因为会觉得，比如说这个佛呀、那个佛啊，就好像离我们很远，好像都是我们不觉得它是一个真的东西。就是想请法师来开始一下。对，第一个关于进化论的事啊，就其实作为我们佛教的话呢，就是的确也是像进化论所说的那么简单的话呢，可能我经常在想，就是包括就是这个创世在现在在的话呢，自己也是无法解释现在众生的各种不同的业力和现在社会当中参差不穷的显现的一些真实的这种案例。
啊，就是这个是达尔文就是自己就是亲自在的时候呢，有很多事情是没办法。正因为这样呢，如今我以前看过，就是现在这个美国的话呢，就是有500位这个科学家就是签名，就是开始这个驳进化论的这个有些思想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原因。当然，基督教也跟这个佛教的这个思想呢，也是在面对进化论上面呢，也有这个有些地方是相同，有些地方呢不相同。但我觉得是我们佛教对这个进化论的话呢，我想不用就是很多的这个解释，每一个众生就是他自己的苦也好，乐也好，在这些问题上面的话呢，那么就是很多的这个业感都是不相同的。如果是按照就是他们所说的那样的，那这么简单的话呢，那可能就是这个社会上面的所有的这些人呐，就是包括这个目光也是非常这个短浅的。而且因为进化论的话呢，确实是很多人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思想和价值观和一些理念方面的话，那就是也有一定的这种损害。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佛教呢，就认为，这个人的这种善恶的很多的这种复杂的这些因缘的话呢，最根本的，你种下什么样的因呢，产生这样的这个果。这个就像是我们种毒药的时候呢，产生就是会它的这个药的这个毒的果，然后你会种苗药的话呢，就是种苗药的话呢，产生它的。所以你任何一个种子产生这样的果呢，我们比如说一个人的这个兄弟姐妹的身上的这个发生的问题都是不相同的，父母是完全是相同的，但是呢，他们之间的这个工作也好，因缘也好，烦恼也好，就这些都是不相同的。所以这些方面呢，可能要去深入的了解一些佛经和现象的话，那就是才能明白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我刚才也是为什么提倡现在的年轻人一定要就是不能就是光是信仰一个就可以了。其实我们这个佛教呢，不是像那个信圣的释迦牟尼佛，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不是一个神，他2500多年前真正来到这个世界，而且呢，他所传的这种法论呢，相当于是我们世间人一样，就是他的这些著作的话呢，就是那么全部都是现在在文字上，世界上那么多的国家的都是在这个研究啊，就是都是在研究，因此他跟圣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别。所以12因缘也好，四谛也好，这些道理的话呢，作为年轻人呢，一定要去深入研究，以后呢会知道就是其中的真实的这个意义。同时呢，作为一些年轻人呢，也不能否认就是所谓的佛啊、菩萨啊，就是这些都是好像觉得是一种这个神啊，就是一种迷信啊，这种想法呢完全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他们确实是有一个特别就是高的这个真悟和境界，而且我们禅宗的故事、密宗的故事，还有世界上的各个就是高僧大德的这些专辑的话呢，的确也是跟这个普通的一种凡夫人的境界是无法相比的。那同样的道理，就是世界上确实观音菩萨弥勒菩萨以及这些菩萨呢，我们就是如果把它当作是好像是一种这个神啊，或者是像鬼神一样，就是那这样看待的话呢，这是非常不科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了解他们，没有了解他们的话呢，你在我们自己的信仰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环境呢，就是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这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呢，我们还是把它就是当做一个真实的这个课题来去进行去这个了解和分析，才能得到了真实的这个结论。我们还有3个问题啊，同学们，还有那边一个同学。堪布您好，我是科技大学金融系的，然后职员。然后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像香港这样一个大的城市、大的都市，然后每一个人都非常忙碌，然后赚很多的钱，但是对于他们来讲，既然这么忙碌的话，怎么说，就是能不能够给他们一个提示，就是如何对治烦恼。因为您知道，忙碌的人或者赚很多钱的人，他们当然也有烦恼，可是可能香港这样一个很大的城市，更多的人拥有金钱，然后他们过得很舒适，然后他们的交通非常的便利，可是对他们来讲，如何对治他们心中的烦恼，这是我的问题。谢谢。我在想，对治烦恼的确也不是很容易的，但是呢，不仅仅是香港，现在内地就是各大城市里面的人呢，就的确越来越忙了
不说其他的，就是每天都是接电话的，是对这个耳根的是已经有问题了，就是好多人都现在带入这样的一种这个状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都想完全戒除众生的烦恼都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我想最好是每个人都是要宁静的看一下，就看看自己在做什么。那很多人都把自己都已经丢失了，而且所赚的钱呢，有些人都是根本就是现在贫富差距特别大，然后有些人呢根本是完全成了一个银行里面的数字而已，但是他还要就是不断的忙，在忙忙碌碌当中，就是短暂的人生呢就已经就是失去了。有些人是围绕这个橡树，就好多的现在城市里面的人呢就比较盲目。有时候我在城市里面看到，回到这个山里面，就是回到寺院里面以后呢，有一种这个说不出来的这个感觉就是真的是回归自然。人的富裕呢不一定是就是钱财才真的这个快乐的，人的富裕呢，内在的这种富裕，也就是我们佛教里面就知足常乐就如果知足心，当然你没有基本的生活生存的话，那就是也是一种这个苦恼。但是现在很多人呢，可能就不满足的，就是还不断的扩张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在这个时候，唯一的一种方法呢，就是在自足少欲就是自足少欲。这是我们佛教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呢，就随着因缘。如果你有因缘的话呢，有一些多赚一些钱也可以，但是呢，多赚的钱呢，你要想到我们身边很多的还有这个连饭都吃不起的，就是这样的，就是包括像周边的这个国家，像埃及非洲就这些的是有那么多，但是我们很多的富贵人呢，根本不想就跟他就是捐款或者说是帮助他。我们身边的人呢，也有很多的这些都不想，所以这些都是很多的一种，我们现在有一种虚幻的虚拟的这种这个病毒呢，就是一直染上在人的大脑当中。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清晰的自己心静下来了观察的话呢，表面上看来你是知识分子，但实际上呢，我们人呢也是有时候也的确是有一些愚昧的意志。因此呢，大家都是一种随缘或者说是知足少欲的方式来尽量的，也要需要一种积极的面对，就是也不能全是随缘吧，就是我不管了，就是这种命中注定的，就这种做法呢，也是我们佛教不承认的，就是应该是该做的工作应该做，该做的事情应该做，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种随缘的知足少欲。康夫你好，谢谢您来开讲。其实我想很多同学，我是香港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系的学生。我想可能很多同学都跟我差不多也接触过很多的佛教的故事呀，也听人讲过很多佛教的道理但是对佛教有些那种基本概念没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解。打个比方说，佛教里边有两对比较相对的概念，一个是相，一个是心，是不是？另外一个色，一个是空。他既然就是对这两个概念，我希望就是堪布能够跟我们好好讲一讲这两个概念的一些基本的原理一个根本的一些道理，跟我们讲一下。因为像我们听一些平时一些说法，不知道是不是对就是他有的说法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不是？然后相由心生这个东西，这个说法，那我们就想，既然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打个比方，您刚才讲的，我们要有慈悲心，我们对动物要有慈悲心，对蚂蚁要有慈悲心。那蚂蚁对我来说是个相，那这个空，这个色是不是也是个空的呢？我既然是对一个空的东西，我为什么还有慈悲心和恶心这个区别？另外，我的慈悲心或者是恶的这个心呢，是不是本身也是个空的东西呢？我们何必这么去执着这个事情呢？能不能法师跟我们好好的开讲一下？谢谢。好，这个问题就我刚才说，一个是可能佛教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呢，就是应该比较方便。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好，或者是相由心生的这些道理呢，一个是牵涉到就是色即是空的道理呢，牵涉到中观的就是基本思想。那么这个时候我以前讲过一些心经那么心经里面也是专门介绍过这一段。其实在分析的过程当中呢，有些人说这个色呢，就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些东西，那么它就是空性的，然后它的这种空性呢，就是可以我们眼睛现前的，应该可以在中观这样推测。那么这是在什么样的角度呢？就是你在抉择空性的时候，也就是说
菩萨和佛的这个境界抉择，或者玩法的本相解决的时候呢，色和空呢就是无二无别的，应该这样的。而在我们迷乱的这个现象，我们在世间的现象当中的话呢，那么就是色不是空，空不是色，就是应该是不同层次的。我们这个爱因斯坦相对论也好，或者是量子力学，你观察瓶子的时候呢，观察正在假象当中的现象的瓶子呢，就是它不可能是就是分子和夸克亚夸克，就是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呢，我眼睛看见的这是不是亚夸克呢？不是，这是瓶子。那么我眼睛看见的这个是众生，就是那么虽然众生的本体是空性，但是呢，在我还没有动到这个事件的话呢，我应该就是知道这是这个众生的气节。那众生的气节呢，众生有刻落，就是在我们现象当中呢，我不能因为说是这是亚夸克，就是我把瓶子就扔在这里的话呢，那在你的现象当中的这个瓶子呢已经不存在了啊。所以说这是我们在现象跟实相呢要有一个对比，就是如果别人说是那既然是这个瓶子是亚夸克铸成的话呢，那亚夸克呢就是我眼睛看不到，这么瓶子看得到的话呢，那这是两种概念，就是两种层次。所以说我们跟这个假象和实相两个呢不能就是混在一起，就是这是色就是空，空即是色的意思。然后我们说刚才那个就是相由性产生的话呢，就是这是唯识宗这个观点的。其实外境也好，一切的这种现象的话呢，我们相当于是做梦一样的，就是用玩法由心而产生的。那么这个概念，如果你通达的话呢，以梦来比喻，就是很容易通达其中的这个意义。在这个时候呢，玩法都是我的这种心来这个产生的，但是这个你要懂得，就是唯识这个20-30颂的一些道理以后呢，就是其中的玩法为心生啊，就是包括一些《楞严经》里面所讲的玩法为心生呢，依靠这个心的这种无明迷乱以后呢，就是才可以产生我们世间的万事万物。在这个时候呢，也是按照唯识论的观点的话呢，有对境有没有呢？就是还是有的，只不过是我的这个心的迷乱的幻想，就是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要学唯识论的观点。因此这两个呢，应该有不同的这个观点来进行这个了解以后，才知道是在哪些场合当中呢，就是一切的。我们现在很多人因为佛教就是稍微就是动一点，但是呢也没有去，所以有些人呢对物理学呢就是稍微动一点点，但是没有去了解的时候呢，我前一段时间看见一个报告呢，就是说的是做佛教与这个什么科学精神吧，就是这个里面就是还是讲呢，就是为什么是科学人们都认可呢？它有3种理由。那么同样的，佛教也是让人们认可的话呢，有3种理由。但是你不懂的人呢，你去那个判断科学的时候呢，就是往往的是在这个科学工作者面前呢，就是出现很多很多的漏洞。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可能还要深入的去研究。你好，我是科技大学的理学院的。我想问您，就是说佛家就是讲究就是生死轮回、因果报应。那么我想问一下您怎么看？还有就是说佛家也经常会说人各有命，不可强求之类的。那么我想，因为我们从小受那种唯物主义教育，认为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那么您认为是不是真的有天命在？那么就是我想看看您的想法，您的这看法是什么样子？我想那个因为佛教的这个前世今生和业因果也好，或者说是人类和我们这个人生最后的毁灭的这些问题的话呢，就是可能短短的就是语言呢，就是不可能这个描述的。关于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呢，以前我也在不同的一些场合当中呢，就是也阐述过自己的这个观点。但最根本的问题的话呢，其实不仅仅是佛教就是承认前世和生和业因果，应该说现在我们要不可否认的就是科学界当中。就是在全世界公认的科学界的话呢，他们也是承认这个前世后世的这种存在。还有呢，非科学界就是没有任何宗教的信仰当中的相当一部分的人呢，都也就是已经就是完全就是可以就是承认，或者说是在他们面前呢，先前就是这个前世后世的存在。我前一段时间就是看到就是这个
达克尔吧，就是塔克尔就是英国这个美国一个科学家，就是他最近在美国一带就是收集了就是大概是1000多位的这种案例啊，就是前世和是在美国就是存在的一些这个以前迪克文森博士呢，就是在澳洲和东方地方呢，就是有很多的收集的前世和是的存在，所以这些呢，这是我们的环境和我们的可能以前唯物论的很多的这个教育呢不同而已，但是唯物论呢就是并没有非常有力的证据呢，就是说是前世和是不存在。就不存在的理由呢，他没有这个举出来，所以呢，只不过是他们在这里面呢，就是没有提倡而已。因此，我们要知道，就是这个道理呢，就是应该是有依据的，而且呢，就是你不存在前世和是呢，没有任何的这种充分的这个依据。这样以后的话呢，我知道就是一切有前世和是，那么这个业因果的这种关系，那么将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生命呢，也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很快的时间当中灭亡啊，就是一直这个延续轮回呢，就是无边无际，就是最后你真正是得到一种断除这个我执的一种根本智慧出现的时候呢，就是才能断除。其实这些呢，就是特别需要我们以前印度有一位就是叫做这个升天论师，他的中观四百论当中也是说了，就是对一些佛教的阴沉的地方的话呢，你一定要通过学习空性呢，通过学习的这个佛道的智慧来就是可以，因为佛教的智慧呢不是一个简单的说一个理论，无论是如何你必须要信，就是没有这样的，你可以呢去进行分析，而且分析的过程当中，就像我们藏传佛教呢。就每天都是辩论，就是一个问题，前世和是存在的问题呢，要起码辩论好几个月，就是最后呢，大家都就是没有任何理由，我不得不承认的时候呢，那我就过了，就我们有些经常也就这样的，那我就不得不承认，因为你有充分的依据，我没有的话呢，我现在从理论上也不得不承认，所以很多问题的话呢，就是佛教就是应该是，尤其是佛教里面就是通过可以就是观察和提问还有辩论那种方式来让提升自己的正式的理解，就是很有必要的。堪布您好，我是人文学部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的学生，然后在听您的讲座，然后看您的传译的书这里面，然后我有一种感觉，当然我不知道我这个感觉对不对，您是把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包括密宗和显宗这之间，您在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就是说，我想知道您是出于什么样的因缘要来做这个事情呢？然后还有就是在不同的派系和不同的地区之间，我想对于佛法的理解可能是有不同的。那您有没有遇到过大家其他人的抗拒或是反对？那您怎么把这之间的矛盾调和的呢？谢谢。我想那个这种因缘呢，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如是诸因缘十大沙门说，就是一般真正的深深的因缘的话呢，唯有这个佛陀才知道。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座的人在这里，或者是你在香港科技大学读书，就是什么样子因缘让科学家说的话呢，爱因斯坦站出来也是不一定马上能说出来，就是这个因缘。但是呢，我相信就是我这次就是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地方以佛教或者是藏传佛教这样的这种道理要说的话呢，我自己呢绝对是跟大家有一种结上一种善缘，也是一种交流就像我呢算是也可以就是当一个学生，就是因为我自己经常就是讲我不具足老师的条件，因为一个合格的学生的条件都不具足，所以别人如果说我老师说我堪布我就心里面有一种惭愧之心，所以我从来没有想到是因为我就如何了不起，没有这么想。但是我内心当中呢，的确也想到佛教就是这么好，就而且现在人这么需要。即使科学越发达的时候呢，就像以前太虚大师说过他说过科技越发达，佛教的真义越显得明显就越显得明显。所以我在想那个，就科学越发达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人性呢，就是最需要就是佛教，而且佛教呢，就是往往的是对很多人得到利益，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话呢，那以后没有这个佛教的一种约束的话呢，就是很担忧呢，就是以后干很多就是更可怕的一些社会这个就是动乱的一些就是各方面的这个事情，也很担忧呢，每个人呢自己就是有时候搞一些这个极端
管主义，就这是我虽然做不到什么，但是对小小的一种使命感，也是对大家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同时呢，我自己也是喜欢，就是尤其是跟年轻人啊，跟有智慧的人呢，交往和接触的过程当中，自己也是学到很多的一些确实这个实践和处实践的一些知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第二个问题就是别人有没有攻击我呢？就是应该是有的，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乐意这个接受啊。如果我的观点是错的话呢，就是那么我不可能就是一直呢就是执迷不悟，就是我应该在别人面前就是恭恭敬敬的接受，就这是佛教的辩证思想的基本的一个态度。如果别人举不出来一个真正能攻击我的话呢，我还是应该就是以自己的一种自信的这种态度来就是面对。所以呢，平时我们在任何一个场合当中公开的对我说什么过失说什么就是就开始就是说我的各方面的过失的话呢，我应该说是没有这种烦恼和没有生气。就是我觉得是我们现在实践人，就是作为一个佛教徒也好，实践的任何一个大学生的话呢，应该是有一种非常开放、非常自由、非常大家就是一种认可的心态来互相交流呢，就是这是一种享受，就是这不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攻击。其实一种真理的话呢，就是依靠这个以前的这个伽利略就是伽利略他也说过，就是真理是越攻击它呢，就是越能这个显现它的本质。所以所谓的真理呢，越攻击它的时候呢，就是越显现就是它的真正的这个真理的本质。所以说呢，我想是寻求真理的一个人的话呢，那么在攻击呢，就是对他来讲是一种这个机遇，就是也是一个最好的这个挑战。从中呢，也可以反思自己，就是寻找自己，也是一种最好的一种就是跟大家的一种奉献。非常感谢康藏的演讲。刚才谈到因缘的话，我想感谢一下黄敏浩教授，还有徐波博士，因为他们牵线，所以我们这个因缘能够跟康藏来分享这一次非常精彩的讲座。那下面呢，我们有请康藏跟我们的黄敏浩教授合影，并赠送香港科技大学的为我们香港科技大学赠送纪念品。有请康藏和黄敏浩教授上台。吉祥。另外呢，今天课题是科技发达时代佛法教育，很多东西可能没机会发问。其实我们的那个康部有微博也有博客，所以呢，同学们如果还有问题，可以关注我们康部的微博还有博客，有问题可以在线咨询。这也是科技带给我们跟佛法一个更好沟通的一个桥梁。大家起立再次欢送，并且欢迎康部我们做精彩演讲，感谢，谢谢。希望我们有因缘能够下次在人文学部的讲座中再邀请康部给我们做更精彩演讲，谢谢。